别再卑微求爱了。当你越祈求被爱时，你就越可能不会被爱。这是一个没人敢向你坦白的残酷真相。你有没有在凌晨2点盯着手机荧幕，反复输入又删掉，只为了给那个人发一条在干嘛？你有没有数过自己主动发出的消息里，有多少条被隔了很久才会一个摁？你有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原谅那个明明伤害了你，却连一句真诚道歉都懒得给的人？如果你有过，那接下来的这些话可能会让你很不舒服，但正因为不舒服，它才可能是你一直需要却没人敢告诉你的真相。当你祈求爱情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亲手交出了所有力量。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早就看透了这件事，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靠低声下气换来的，而是从一种由内而外的坚定的自我力量中自然生长出来的。你不需要去要爱，你需要的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爱的人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残酷却真实的逻辑。如果你已经受够了在一段关系里总是那个付出更多、等待更久、受伤更深的人，请一定看到最后，你的绝望正在毁掉你的爱情。先问自己几个问题：你发过多少次那种假装不经意的消息，其实心里急得要命？你等了多久那个人的回复，甚至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，生怕错过？你为那个明明不珍惜你的人修改了多少次自己的底线？如果你看到这里心里一紧，那就说明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，而且那个答案很疼。没人敢告诉你的是，当你祈求关注、祈求爱、祈求认同时，你正在无意识地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：我的价值不高，你可以随意对待我。荣格说过，你否认的东西会控制你，你接纳的东西会释放你。这句话里也包括一个你一直不愿意接纳的事实：你的绝望正在摧毁任何一段关系里建立相互尊重的可能性。更扎心的是你自己亲手创造了这种你追他逃的关系模式。每一次你主动发消息，每一次你24小时随时待命，每一次你原谅那些你绝不会容忍陌生人做的事，你都在教对方，你可以不尊重我，而且我还会继续留下。为什么你越主动，他越冷淡？你再想想，那些你最渴望得到的人，是不是恰恰是最不主动找你的人？反过来，当一个人总是对你随叫随到，你是不是反而对他失去了兴趣？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刻在人类大脑里的本能。荣格对此了若指掌。人天生就会珍惜稀缺的东西，而轻视唾手可得的东西。当你在对方的生活中变得过于丰盛，永远有空，永远理解，永远原谅，你在他眼中的价值就会直线下降。这话很残忍，但它是真的。荣格还有一句更深刻的话：除非你把潜意识带到意识层面，否则它会主导你的生活，而你会称之为命运。你那种必须去求才能得到爱的模式，根本不是爱，而是恐惧，害怕被抛弃，害怕孤单，害怕自己不够好。这份恐惧正在操控你的生活，一点一点吞噬你的尊严。很多人不明白，真正的爱首先来自尊重，而尊重从来不可能从卑微的姿态中获得尊重，只能从你内在的力量中赢得。只要你还在讨要爱的碎屑，你就只能得到碎屑。我要说一句会让你更难受的话：只要你继续像乞丐一样讨要情感的面包屑，你就永远只能得到面包屑。那个真正值得你的人，永远不会让你觉得自己需要去求他关注你，永远不会。荣格揭示过一个很少被公开的秘密：急切的需求会把对方推开，而适度的距离反而会吸引对方。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对方，而在你自己身上。是你那低落的自尊心，让你误以为你必须去祈求那些你本就该拥有的东西。荣格早就说过，向外寻找只能在内心找到的东西的人，将永远活在匮乏中。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只配得到比你付出的更少的爱？为什么你接受那些你绝不会对别人做出的行为？为什么你的自我价值感必须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之上？这些都是荣格会邀请你反思的问题。现实很残酷，当你祈求爱情时，对方潜意识里会想，这个人需要来求我，那一定是没人要他了吧。这是最基础的社会心理学，人们重视难以得到的，轻视轻易到手的。
这就是很少有人敢接受的真相。你对被爱的强烈渴望，恰恰在阻挡你应得的爱。荣格还说，你抗拒的会持续存在，只要你一直抗拒孤独，害怕独处，你就会不断吸引那些让你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人。你的大脑为什么天生就会祈求爱？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说明你已经准备好面对更深层的真相了。我们来残酷地拆解一下，当你祈求爱的时候，你的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荣格明白一个现代心理学才刚刚开始承认的事实，你那种祈求关爱的模式不是性格缺陷，而是来自你甚至已经不记得的深埋心底的创伤。这是没人告诉你的真相。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你学会了爱是有条件的。也许你的父母只在你听话的时候才给你关注，也许当你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时，他们就会冷落你。你那个尚未成熟的大脑就这样刻下了一条指令：我必须努力表现才值得被爱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你依然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重复着同一个剧本。荣格说，除非你把潜意识变成意识，否则它会主导你的生活，而你会称之为命运。你对爱的祈求根本不是爱，而是你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试图去愈合一个从未真正结痂的伤口。更难接受的是，只要你继续从这个创伤出发去行动，你就会不断吸引那些印证你不值得被爱的人。你就像一块磁铁，专门吸引自恋者、操控者和情感冷漠的人。你再想想，你是不是总是和同一类型的人走到最后？是不是永远是你先打电话，你先道歉，你先付出所有？这不是偶然，你的情感频率正在吸引你最害怕的东西——被拒绝。事实是，当你带着绝望去行动时，你身上散发出的能量大声喊着一句话：我不看重自己。而人们会下意识地捕捉到这种能量，并相应地对待你。荣格早就知道，你否认的控制你，你接纳的解放你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自尊心就像一把椅子，当你自尊足够高的时候，你稳稳地坐在上面，别人会带着尊重走向你。但当你自尊低落的时候，你从椅子上滑下来，趴在地上，祈求一点点关注的碎屑。你觉得会被一个趴在地上的人吸引的是什么样的人？不是对他更好，而是对自己更狠。很多人失败在这里，他们以为只要对那个人更好、更体贴、更随叫随到，就能赢得爱情。但荣格明白，真正的爱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，而尊重永远不会从受害者的姿态中获得。我要告诉你一个会彻底改变你观点的真相：那些让你觉得必须去祈求他们爱的人，恰恰是你最需要远离的人。荣格说，情感上依赖他人的人，就是交出了自己的力量，而你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去交换情感的碎屑。那么该怎么办？荣格给过一个会改变你一生的道理：不在乎不是不爱，而是自爱的具体行动。问题在于，你把爱和情感依赖搞混了。当你觉得没有那个人我就活不下去的时候，那不是爱，那是依赖，而依赖是真爱的反面。问问自己，你真的爱那个人，还是只是害怕孤单？你真的想念他，还是想念他给你的那种被认同的感觉？你真的想和他建立关系，还是只想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？荣格知道，欲望是所有痛苦的根源。只要你继续绝望地渴求某个特定的人的爱，你就会继续受苦。自由来自于你可以去爱，而不必占有；你可以渴望而不带绝望。这4个步骤拿回你的力量。荣格式的解放过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步，承认你的祈求模式是一种情感成瘾，就像任何成瘾一样，戒断初期会非常难受，你会焦虑，你会想发那条消息，你会想打电话，这很正常。承认它，不要否认。第二步，明白每一次你忍住祈求的冲动，你都在强化自己的力量。荣格说过，你抗拒的会持续存在，但这句话在这里有不同的意思。当你每一次抗拒祈求的诱惑，这个旧模式就会一点点瓦解。第三步，像对待你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自己。你会告诉你最好的朋友去祈求爱吗？你会劝他接受情感的碎屑吗？你会跟他说将就一下吧，你只配得到这些吗？当然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？第四步，设定清晰的底线，并足够尊重自己，不接受任何低于你应得的待遇。残酷的真相是，
只要你继续乞讨爱情，你就只能得到面包屑。但当你开始看重自己，当你开始要求尊重，当你开始远离那些不珍惜你的人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人们反而会开始走向你。正如荣格所说，被人敬畏胜过被人爱，因为爱是脆弱的，而尊重是持久的。这不是让你变得冷酷或操纵别人，而是让你拥有清晰的边界，并足够尊重自己，不接受任何低于你应得的对待。当你不再需要任何人，人人都想和你在一起。荣格明白，当你改变内在的能量，你就改变了外在的现实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会改变一切的事，那个值得你爱的人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必须去为他祈求，永远不会。当你停止祈求爱情的那一刻，你就自动成为了一个值得被追求的人。但很少有人理解，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改变外在行为，它是一场内在世界的彻底革命。这是没人告诉你的残酷真相。当你终于坚定地站在自我价值的立场上，当你不再对所有人随叫随到，当你开始不带解释地说不，那些以前忽略你的人会突然开始注意你。你再想想，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当你终于下定决心远离某人，那个人反而莫名其妙地开始找你了。当你停止发消息，反而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这不是巧合。荣格早就知道，需求让你脆弱，不在乎让你强大。事实是，你全新的能量会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掀起一场革命。当你不再从绝望出发，而是从个人力量出发时，你会成为吸引高品质关系的磁铁。那些以前把你视为理所当然的人，现在必须努力才能把你留在他们的生活中。但最重要的部分是，这个转变不是为了报复或赢回那些曾经忽略你的人，而是为了在你的生活中腾出空间，让真正值得的爱能够进来。荣格说，你否认的控制你，你接纳的释放你。当你接纳自己值得被尊重，你就会自动吸引尊重你的人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会永远改变你观点的事，当你从个人力量出发时，你不需要去追逐任何人，对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被你的能量吸引，错的人会自动远离，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操控你。想象一下，你每天早上醒来都感到完整，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，你的手机可以一整天静音，而你感到全然的平静。当有人找你，是因为他们真诚地想和你在一起，而不是因为你需要他们的关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荣格早就知道，向外寻找只能在内心找到的东西的人，将永远活在匮乏中。你的新现实是，你的快乐不依赖于任何人，你的价值不由你收到多少消息或多少人来找你决定，你的价值是内在的，与生俱来的，不是变得冷酷，而是变得清晰。很多人会混淆一个概念，他们认为不在乎就意味着变得冷酷或无情，但荣格明白，真正的不在乎是自爱的具体行动。他的意思是，我爱你，但我爱自己更多，所以我不需要去祈求你的爱。他的意思是，我尊重自己，尊重到不愿意接受情感的碎屑。残酷的真相是，真正值得留在你生命中的人，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必须去祈求他们的爱。而那些让你这么觉得的人，当你开始尊重自己时，他们就会自动从你的生命中消失。你再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想象一个你再也不必担心某人是否会回复你的生活，那感觉如何？想象一段相互尊重是基础而不是例外的关系，那感觉如何？知道你值得拥有那样的爱，那感觉如何？这就是你的新现实。当某人不珍惜你时，你转身离开，没有戏剧化的情节，没有长篇大论的解释，也没有试图让他们明白的举动，你只是转身离开，因为你知道你的能量太宝贵，不能浪费在不懂欣赏的人身上。荣格说，人一生的特权就是成为真正的自己，而真正的你是一个值得真诚的爱、真正的尊重和平衡关系的人。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都不属于你的生活。这个转变会改变你所有的关系。最强大的部分是，当你用这种新能量运作时，你不只改变了你的爱情关系，你还改变了与朋友、家人、同事的关系。突然间，人们开始用更多的尊重对待你，因为你的能量清晰地传达出，你不会容忍更低的待遇。你的新版本不再追逐而是吸引，不再祈求而是选择，不再将就而是要求品质，
不再害怕孤单，因为你发现孤单好过跟一个不珍惜你的人在一起。正如荣格所说，被人敬畏胜过被人爱，因为爱是脆弱的，但尊重是持久的。这不是要你变得傲慢或残酷，而是要有如此清晰的标准，以至于人们能立刻知道他们是否有资格进入你的生活。这个转变完成的标志是，你再也不会容忍单方面的关系，你再也不会是那个唯一打电话、唯一道歉、唯一付出努力的人。你的关系将会是平衡的，否则宁可不要。最后的礼物，感谢那些不珍惜你的人。荣格明白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完全接纳自己的价值，而当你达到那种接纳时，你就变得无可阻挡。当人们看到你全新的能量时，有些人会试图操控你，让你回到旧模式，另一些人会因为无法控制你而远离，但对的人会带着真诚的尊重接近你。现在我要送你一份最强大的礼物，当某人不珍惜你时，与其去追逐他，不如去感谢他，因为那个人正在帮你一个大忙，他向你展示了他不值得留在你的生命里。荣格早就知道，不为你服务的会自行瓦解，以便为那些真正服务于你的腾出空间。你的新生活时，每一段关系都是有意识的选择，而不是绝望的需求。在你圈子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因为他们为你的生活增添了价值，而不是因为他们填补了你的情感空虚。在这里，爱自然的流动，因为没有绝望去污染它。这份情感的自由，你今天就可以拥有。你迈出哪一步来选择自己？如果这段内容让你产生了共鸣，请在评论区留下我选择尊重自己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转变，请点赞并分享给需要听到这些真相的人。订阅以获得更多能改变生命的内容。